好了，侯爷他去白姨娘院里过夜了。知道了。小姐，我们去把侯爷抢回来。不用。小姐，新婚夜新郎不在，你以后在府里怎么抬头啊？他不来，我反倒清静。这侯府的主母之位是我的，至于他的心，谁稀罕？愣着做什么？背水沐浴，明日还要见府中众人。是小姐。小姐，那白姨娘分明是故意的。住口！记住，在这里要称我夫人。还有，日后这种话不许再说第二遍。奴婢记住了。他要让我新婚夜难堪，我若哭闹，才正中他下怀。侯爷不来，我不能失了体面。白姨娘要争宠，那是她的事，我要争的是这座侯府。夫人今日真好看。好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能让人看清。夫人，白姨娘带着小少爷来请安了。来得正好，请进来。妾身白氏给夫人请安，起来吧。夫人，这是明远侯爷的骨肉，快给母亲请安。给母亲请安。这孩子认生，夫人别见怪。白姨娘这么早带他过来，倒是辛苦。妾身只是想着夫人昨日新入府，明远理当早些来认嫡母，有心了。明远，过来。去吧，夫人叫你呢。这是我给你的见面礼。给我的？自然是给你的。他会想。愿你平安快乐的成长。夫人真是用心。明远是侯府的孩子，我既为嫡母，自当疼爱。把东西拿来。啊，他会动。拿去玩吧。谢谢母亲。去旁边坐着，让清堂给你拿些温水。听闻这些年来，府中事务都是白姨娘打理。侯爷信任妾身，妾身不敢不用心。辛苦了。这镯子水头不错，赏你。妾身谢夫人赏。我既已进门，这中贵之事，以后就不劳白姨娘费心了。侯爷先前吩咐过，府中事务暂由妾身打理。侯爷那边我自会说明。白姨娘这几日只管好好整理账册和库房单子，届时方便交接。夫人刚入府，许多事还不熟悉，不如妾身先帮。不必，侯府规矩我可以慢慢学，但主母该管的事不能由姨娘代劳。妾身明白。退下吧，送小少爷回西院。夫人，小少爷倒是个懂事的。孩子本性不坏，不必把大人的争斗压到他身上。姨娘，您消消气。赏我？姨娘不可，这是夫人当众赏下的，您若摘了，满府都会说您不敬主母。他才进门第一日就敢夺我的权，夫人毕竟是正妻。正妻？若不是我白家败落，这侯府主母的位置原本该是我的。可如今他已经进门，咱们得从长计议。管家那边已经递过话了，就说还在整理。那就让他等，账册拖一日，他就多挤一天。姨娘放心。裴青宁，你想做侯府主母，也要看自己做不做得稳。夫人，
何事？侯爷派人传话，说军务繁忙，不能回来陪您回门了。知道了。这也太欺负人了！新婚3日回门是祖宗规矩，侯爷怎能让夫人一个人回去？他不陪，我便自己回。可是裴府那边，裴家女不会因为丈夫不陪就失了体面。备轿。是。府里继续查，尤其是账房和采买。奴婢明白。宁儿回来了。女儿给母亲请安。侯爷呢？军务繁忙，女儿心中有数，娘亲不必担心。进去说。新婚夜去妾室院中，回门日又让你独自归家，他霍成河当我裴家的女儿是什么？父亲息怒。你在侯府受了委屈，还要我息怒？女儿今日回来，不是诉苦。那你想做什么？女儿想向父亲讨几个人。你要谁？周嬷嬷。另外，听说三叔从江南带回一位精通药理的嬷嬷。顾嬷嬷曾在太医院院判身边做过事，最懂内宅饮食和药材。女儿正需要这样的人。侯府已经到需要查饮食时要帅的地步了。女儿只是未雨绸缪。人你带走，若侯府欺你太甚，裴家永远是你的退路。女儿记下了。宁儿，在侯城别一味忍。娘放心，女儿不是去忍的，女儿是去长家的。夫人放心，老奴既跟您入了侯府，便只认您一个主子。老奴会负责入口之物，绝不经旁人之手。侯府水深，两位嬷嬷要辛苦些。水深才好，水浅了反倒养不出大鱼。这侯府的水再深，我也要把它搅清楚。夫人回来了，侯爷方才派人传话，说今晚还要在军营留宿。顾嬷嬷年纪大了，安排住我院里的东厢房，周嬷嬷住西厢，方便夜里伺候。是，夫人，这恐怕不合规矩。规矩？白姨娘是在教我侯府的规矩。妾身不敢。不敢就好。清堂，带顾嬷嬷去安置。周嬷嬷，你去库房领些上等燕窝来，我今晚要用。老奴这就去。姨娘，这两位嬷嬷一看就不好对付。那就看看他们能不能在侯府站稳脚。从今日起，我院中事务由周嬷嬷总领，顾嬷嬷负责我的饮食药膳，清堂净身伺候，其余人等各司其职。夫人，这院里的差事一直都是旧例，如今突然换人，只怕底下人一时不适应。你叫什么？奴婢前世原管着主院洒扫。洒扫婆子，主母院中如何用人，还轮不到你来智慧。夫人面前失言，按府规罚半月月例，调去外院洒扫。夫人，老奴不是这个意思。现在又多了一条，顶撞主母。带下去，今日便交接差事。还有谁有问题？奴婢不敢。我不怕你们不懂规矩，我只怕你们明知规矩，还故意装糊涂。都下去吧。是。怎么了？夫人，大厨房送来的晚膳。打开。夫人，这分明是故意薄待您。故意也好，无意也罢，总要有人知道。夫人的意思是？周嬷嬷，把这些饭菜原封不动装回食盒。夫人要送去何处？送去侯爷书房。可侯爷不在府里。
要的就是他不在，放在他案头最显眼的位置。老奴这就去。别吵，也别闹，放下就走。我要的是证据，不是口舌。青堂姐姐，这么晚了是？夫人让人给侯爷送些东西。侯爷不在。夫人知道。嬷嬷，这样够吗？要让侯爷亲眼看见主母进门第2日，侯府给他吃的是什么。侯爷，这是什么？回侯爷，这是大厨房昨日送给夫人的晚膳。谁送来的？庆堂姑娘亲自送来的。夫人说什么了？夫人什么也没说，只让放在侯爷案头最显眼的位置。去西院，叫白姨娘来。侯爷一早唤妾身，可是府中出了什么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谁这么大胆？夫人昨日竟用了这样的晚膳。你长家多年，大厨房敢给主母送这种东西，你不知情？侯爷，妾身这些日一直在整理账册，夫人进门后，许多事情都要交接，底下人一时混乱，妾身也实在分身乏术。分身乏术？妾身有错，是妾身管束不严，让夫人受了委屈。既然管束不严，就交出去。侯爷，账册、库房钥匙、各院用度名册，今日之内送到主院。侯爷，您是疑心妾身吗？妾身跟在侯爷身边多年，侯爷还不知妾身的为人吗？妾身对侯府从不敢有半分懈怠。我只看事实，夫人昨日用的便是事实。下去，今日之内我要看到结果。妾身知道了。夫人，管家来了。请。夫人，这是府里近3个月的日常开销。就这些？回夫人，其余账册白姨娘说还要再整理。好啊，那就慢慢整理。不过已经送来的这几本我先留下，若后面账目对不上，今日送账的人都要来主院解释。是。送管家和账房先生出去。二位请。夫人，这账不干净。不急，狐狸尾巴不怕短，就怕它藏不住。3月初8，采买胭脂水粉20两。3月初9，又寄胭脂水粉15两，品类相同，隔日重复采买。还有这里，大厨房本月寄了上等燕窝30盏，可夫人昨日要用，库房却说没有现货。继续。这笔银双炭入库600斤，各院支出加起来只有400斤，少的200斤去哪儿了？进了谁的院，谁心里清楚。今晚先把这几本抄一份，原账不一定能留到明天，老奴这就安排可靠的人。白姨娘掌家3年，账面上的窟窿恐怕比侯府池塘还深。走水了！走水了！账房走水了！快救！夫人，账房走水了。走，去看看。周嬷嬷，夫人。
人受惊了，真是祸从天降。好好的账房怎么就突然走了水呢？白姨娘来得倒快，妾身听闻账房走水，心里着急，便赶来了。你可知大周律中故意纵火是什么罪？夫人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莫非夫人怀疑妾身？我什么都没说，不过也是巧了，昨夜我看过的几本账册，正好让人抄了一份。抄本如今就放在我房中。夫人真是思虑周全，长家嘛，总要谨慎些。今日当值之人，一个都不许离府。是。你也留下，查不清楚之前，任何人不得离开。是，夫人。侯爷，账房失火，夫人受惊了。托侯爷的福，妾身无事。听说账册烧了，烧了半间账房，账册自然也烧了不少。旧账而已，烧了就烧了，不必再提。侯爷说的是，旧账确实不必再提，不过新账总要有人管。侯爷说呢？夫人想管，我是侯府主母，本就该管。好，那就管起来吧。从今日起，府中中费由你掌管。妾身谢侯爷信任。账房那边，我会让人配合你。有劳侯爷。我替他管了3年侯府，他一进门，什么都不用做就拿走了。姨娘，眼下账册被他抄了，管家那边也不敢再拖，账册不能再给他查下去。可侯爷已经发话了，侯爷会心软，老夫人不会。姨娘的意思是，老夫人70大寿快到了，她裴青宁不是想做当家主母吗？那我就让她在全府宾客面前出一次大丑。夫人，您今日可算把中费拿回来了。拿回来不代表坐稳了。夫人接下来要做什么？先把新账管起来，再等寿宴。寿宴？老夫人70大寿是侯府今年最大的事，白姨娘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那夫人，她不放过，我也正好借势。夫人，老夫人70大寿的礼单送来了。怎么都是些寻常物件？白姨娘说，今年庄子上收成不好，府里要俭省些。平日胭脂水粉一笔笔入账时，倒没见她俭省。夫人，老夫人寿宴若办得寒酸，外头只会说您这个新主母无能。寿宴是体面，也是试金石。去请白姨娘过来。是。妾身给夫人请安。老夫人的寿宴筹备的如何了？回夫人，已经在准备了，只是今年确实有些不巧。厨子说有些食材买不到。哪些食材？像是南海燕窝、长白山参，还有几样上等山珍，都不好采买。白姨娘，老夫人最爱吃的八宝鸭用的是本地土鸭，寿宴主菜里也没有南海燕窝和长白山老参。白姨娘管家3年，连老夫人的口味都不知道。夫人误会陈深了，妾只是想着寿宴体面些。体面不是堆贵物，是合规矩、合身份，也合主人信义。夫人说的是，臣妾也是一时疏忽。寿宴还有5日，从现在起由我亲自操办。夫人，往年都是妾身。往年是往年，今年开始由我来办。
去把厨房、库房、采买管事都叫来。是。白姨娘这些日子辛苦了，先回去歇着吧。妾身告退。老夫人寿宴还有5日，5日内我要看到3件事。第一，寿宴席面不得寒酸，也不得铺张失礼。第二，所有菜式要合老夫人口味，入口之物由顾嬷嬷亲自验过。第三，各处采买银钱从新账走，谁敢虚报1钱银子，我便让他把旧账新账一并吐出来。小的不敢。不敢最好，去办吧。是夫人。夫人，您刚才一句重话都没骂，可他们一个个吓得连汗都出来了。管人不靠嗓门，靠规矩。夫人，八宝鸭已经入锅，莲子羹也按老夫人口味少放了糖。这道蟹粉豆腐，老夫人脾胃弱，蟹粉减半，姜汁多添1盏。是。所有入口之物再验一遍。夫人放心。给老夫人贺寿。孙媳给祖母贺寿，愿祖母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起来吧，这次寿宴你办得很好。这是孙妾分内之事，也多亏白姨娘前期准备。夫人过奖，妾身不敢鞠躬。明远祝曾祖母福寿安康。好孩子。带小少爷去侧厅用点心。小少爷，这边请。赵妈妈又真吃糖了。看住廊下那个端汤的。祖母可有烫到？我没事，你的手。夫人，别乱，先扶老夫人去内室。先处理你的伤。孙琦无碍，拿下那个侍女。怎么回事？侯爷恕罪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侯爷，今日是祖母寿宴，不宜动怒。你的手小伤，方才是怎么划的？奴婢路过席边时，脚下像被什么绊了一下。先把人带下去，仔细问清楚。是，好孩子，难为你了。祖母，这是侯府库房钥匙，往后侯府内宅你放手去管。孙琦资历尚浅，怕辜负祖母信任。哼，你今日能护住我，也能护住侯府的体面。钥匙给你，我放心。孙琦定不负祖母所托。至于今日这场风波，查。孙妾明白。夫人，侯爷来了，请侯爷进来。今日多谢夫人。侯爷言重了，这是妾身应该做的。今日那碗汤，是不是有人故意为之？侯爷既然问了，心里应当已经有数。夫人何意？寿宴上宾客满堂，祖母坐在上首，若那碗汤真泼在祖母身上，丢的是永安侯府的脸。可最后受伤的是我，
得利的是谁，侯爷不难看出来。我会查。查可以，但侯爷若只是查出几个丫鬟婆子的错，那便不必查了。你觉得我会偏袒？侯爷会不会，侯爷自己最清楚。青宁，侯爷若无旁事，妾身想歇息了。好。今日是我没护好你。侯爷，妾身能进来吗？进。侯爷，这么晚了，何事？妾身知道今日寿宴出了差错，是妾身不好。你既知道不好，就该好好反省。可侯爷难道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？什么意思？那碗汤刚好泼向老夫人，夫人又刚好冲出来挡住，随后老夫人便将库房钥匙交给了夫人。侯爷，您就没想过，这也许是夫人故意安排的？白小雅，侯爷，妾身只是担心您被蒙蔽。今日那么多人在场，若夫人慢上一瞬，受伤的就是祖母。你说她故意安排？妾身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寿宴上，她护住祖母，稳住宾客，保住侯府体面，而你此刻来书房，说她做戏。侯爷，妾身只是……够了，回西院。侯爷，今日之事我会查，在查清之前，西院的人不许再插手主院事务。妾身明白了。夫人，这月府里的银霜炭短了斤两，转了多少？足100斤。顾嬷嬷说，再这样下去，老夫人的暖阁都要供不上了。老夫人的暖阁都敢短，看来这库房钥匙在我手里，有些人还是没记住。夫人，要去库房。走。夫人怎么亲自来了？开门。夫人恕罪，白姨娘先前吩咐过，取用禅火需经她点头。放肆！这侯府里，什么时候一个姨娘的话比老夫人的钥匙还管用了？夫人恕罪，奴婢不敢。不敢，就开门。账上600斤，都去哪儿了？回夫人，白姨娘说西院冬日寒重，就多领了些。多领多少？老奴记不清了。记不清不要紧，把库房出入记录拿走，去西院。明远，字要慢慢写，手腕不要压得太低。嘘。母亲，明远在读书。先生昨日教了几个字，我在认。好孩子，继续读。夫人怎么来了？可是库房那边有什么事？西院倒是暖和，明远年纪小，妾身怕他受寒，便多用了些。多用些可以，明远是侯府少爷，该用的自然不会少，但你不能拿他做借口挪用全府的炭。夫人这话太重了。周嬷嬷，老奴在。今日起，各院炭火按例发放，西院多用的300斤，从下月例银里扣。夫人，白姨娘有异议？妾身没有私心，只是照顾明远。我说过，明远该用的不会少。你若真为他好，就该让他明白侯府规矩不可破。明远，读完这页，让清堂送你去寿安堂陪曾祖母用点心。是，母亲。白姨娘若觉得委屈，可以去寿安堂说。
孙媳给祖母请安。妾身给老夫人请安。听说为了几斤炭火，闹得府里不宁。老夫人明鉴，妾身只是怕明远受寒，所以才多取了些炭，没有顾全大局，请老夫人责罚。多取了些300斤，也叫多取了些，克扣主院用度，短了寿安堂炭火，还拿孩子做借口。白氏，你是真不懂规矩，还是觉得我老糊涂了？妾身不敢，妾身一时糊涂。宁丫头，孙琦在，要是寄给了你，该怎么做还需要我教吗？孙媳明白。这侯府主母的位置，不是让你坐着看的。孙且谨记。即日起，各院用度按例发放，多用的便从下月例银里扣，不论主院、西院还是各处下人房，一视同仁。是。库房出入必须由主院签押。是夫人。大厨房每日菜单提前送到顾嬷嬷处审验。是。谁若再拿旁人的话压主院，便自己去老夫人面前解释。还有异议吗？既然没有，就各自办差。是。夫人，这回他们总该知道谁才是主母了。这只是开始。夫人，侯爷回来了。府中可好？托侯爷的福，一切安好。白氏那边，白姨娘身子不适，在院中静养。侯爷要去看看吗？明日再说。我听说炭火之事闹到祖母跟前了。不是闹，是请祖母定规矩。可我听白氏说，你处处针对西院。侯爷是来兴师问罪的？不是，我只是想知道，一点小事你为何处置得如此重？侯爷觉得重。本月银双炭入库600斤，寿安堂、主院、西院其余各处合计250斤，可账上实际支出西院300余斤。侯爷若觉得这样也不重，那妾身无话可说。可他也是为了明远。明远是侯府少爷，该有的用度一样不少，但侯爷不能每一次破规矩都拿孩子做理由。今日是炭火，明日便可以是厨房、库房、账房。若侯府规矩靠眼泪更改，那我这个主母也不必做了。你说的对，侯爷明白就好。这些日子你辛苦了，什么事情都能妥当处理，也不需要我。侯爷新婚夜离开时，妾身便知道，有些事不能指望旁人。那夜深了，侯爷早些歇息。横要稳，心也要稳。母亲，像这样吗？比昨日好。夫人，宫里来帖子了。什么帖子？贵妃娘娘设赏雪宴，指明要侯府主母出席。夫人，这可是宫宴，贵妃娘娘指明要主母出席，这是认您这个永安侯夫人的身份。宫里从不做无缘无故的事。夫人的意思是，白姨娘往年以姨娘身份陪侯爷赴宴，外头装糊涂，侯府也装糊涂。如今我进门，宫里这是在提醒永安侯府，主母只能有一个。明远，今日功课先到这里。是，母亲。送明走劝寿安堂陪老夫人用点心。是。母亲，我明日还来写字吗？自然。夫人，妾身听说宫里来了帖子。白姨娘消息倒是灵通，妾身只是听下人提了一句。夫人有所不知，往年这类宴会都是妾身陪侯爷去的。宫中规矩繁复，妾身怕夫人刚入府不熟，还是让妾身陪侯爷同去，也免得夫人受累。你方才说往年都是你陪侯爷去？是。那是从前侯府没有主母，如今我已经进门，贵妃娘娘请的是永安侯府主母，不是姨娘。周嬷嬷，老奴在，准备3日后进宫的车马服饰。
把老夫人赏的东珠头面取出来。是。白姨娘若无旁事，就回去歇着吧。主母，我倒要看看宫宴上你能风光多久。永安侯夫人上前。妾嗔裴氏给贵妃娘娘请安。早听说裴尚书家的闺女是个妙人，今日可算见着了。娘娘谬赞，妾身惶恐。不必惶恐，永安侯好福气。起来吧。谢娘娘，这是家父从南海得来的夜明珠，特献给娘娘赏玩。有心了，娘娘喜欢便好。听说永安侯府内宅最近换了主事的人，妾身新入侯府，祖母怜惜，便让妾身学着料理些服务。学得如何？不敢说好，只是不敢懈怠。这话实在。坐吧。夫人，侯爷在偏殿。妾身暂且告退，去吧。侯爷，宫中规矩繁多，我担心你。侯爷担心妾身不懂规矩，丢了侯府的脸面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侯爷放心，妾身虽不及白姨娘得侯爷欢心，但裴家女的教养还不至于在御前失体。侯爷若无旁事，妾身该回席了。你今日辛苦你了。这是妾承分内之事。夫人，今日那些夫人们后来都很客气。贵妃娘娘也夸您了。客气也好，夸赞也好，都只是今日。夫人，名分不是一场宫宴就能彻底坐稳。今日只是让外头的人知道永安侯府有主母，接下来要让府里的人也记住。聪明了。夫人，要过去看看吗？正好有些事要当面说清楚。夫人今日在宫里风光，可知我在府中如何煎熬？我身为侯府主母，轮不到你一个妾室来质问。主母，你不过是仗着裴家门第，门第也是规矩的一部分。你若是不服，可以去找侯爷。还有件事，明远到了开蒙的年纪，我已请了翰林院周学士，后日入府。不行，明远还小，我要亲自教他。明远是侯府长子，不是西院私物。可他是我生的，所以你更该盼着他成才，而不是让他一直困在内宅里，只听你一个人的话。周学士学问好，品行正，这是为明远好。侯爷不会同意的。那就让侯爷来正院找我。话我说到这儿，后日周学士入府，明远准时到前院书房。白姨娘若是再摔东西撒泼，扰了府里清静，就按家规罚月钱。清堂，我们走。侯爷是为白姨娘讨公道来了。我听说你给明远请了先生。是，侯爷觉得不妥。不，很好。周学士学问极好，我原也想请他。侯爷认可就好。今日宫宴，侯爷放心，妾身没给永安侯府丢脸。我不是要说这个。那侯爷想说什么？早些歇息吧。侯爷也是。今日见先生，
不必怕。母亲，先生会很严厉吗？严厉是好事，严厉的先生才肯认真教你。我会好好学。好。明远年幼，往后劳先生费心。夫人放心，老夫既受邀入府，自会尽心。去吧。母亲，我去了。这座侯府该回正轨了。夫人，不好了！慢慢说。西院说白姨娘用了主院赏去的点心，腹痛不止。她还说那点心是夫人故意送去的。侯爷知道了。侯爷刚下朝回府，已经去了西院。去请顾嬷嬷，再让周嬷嬷把我今早穿过的外梢取来。她既然搭好了台，我总要去看看。侯爷，妾身不敢乱说，可那盘点心确实是主院送来的。侯爷，夫人，解释一下。妾身正有此意。嬷嬷，验点心。夫人这是不信我。白姨娘身子不适，自然要查清楚，否则这脏水泼在谁身上都不好看。夫人，点心本身没有问题。不可能，妾身是说，妾身明明用了点心才不是。今早我去厨房查看老夫人的药室，路过西院时，被一个行色匆匆的丫鬟撞了一下，当时没在意，回来才发现袖口沾了东西。夫人，是巴豆粉。巴豆粉。白姨娘口口声声说点心有问题，可点心无事，药粉却沾在我衣袖上，这就有趣了。夫人是说，是我自己害自己？我可什么都没说。侯爷若不信，大可搜一搜西院。搜。侯爷，你若清白，怕什么？那是妾身放私物的地方。侯爷，找到了，与夫人袖口上的粉末一致。侯爷，不是我，一定是有人栽赃我。证据就在你房里。妾身没有。白姨娘若觉得冤，可以把今日经手点心的人都叫来。我也想知道，是谁敢借主院的名义做这种事。带人来。说，今日是谁去主院取点心？侯爷饶命，是赵妈妈让奴婢换了点心盘。你胡说！奴婢没有胡说。赵妈妈说，只要白姨娘用了那盘点心不是，夫人就说不清楚了。侯爷，夫人，老奴冤枉。拖下去审。侯爷，赵妈妈跟了我多年，她不会。你还要护？侯爷，今日之事点到为止吧。你要替他求情？不是求情，今日闹大了，丢的是侯府脸面。但白姨娘身边的人该换了。赵妈妈杖责后发卖，西院上下全部重新清点，你禁足1月。侯爷，夫人今晚受了惊，老奴给您把个脉。嬷嬷，夫人怎么了？夫人，怎么了？您已有1个多月的身孕。夫人，1个多月？是。夫人要告诉侯爷吗？先别声张，尤其是先别让侯爷知道。奴婢明白，此事暂时只限你们知道。老奴明白，
老奴会重新调整夫人饮食药膳。孙喜给祖母请安，脸色怎么这样差？昨夜看账晚了些，祖母不必担心。哼，账是看不完的，人别累坏了。孙喜记下了。你身子不适，劳侯爷挂心，妾身无事。青宁，快传大夫！别怕。如何？恭喜侯爷，夫人这是喜脉，已有2个多月。你说什么？夫人有孕了，只是夫人忧思过重，又近日操劳，需要静养。你有孕了？侯爷不必为难。为难？这个孩子我自会好好教养，不劳烦侯爷。胡说什么？妾身只是说实话。为何不早说？说了又如何？侯爷会信我还是信他？若我说了，侯爷会不会觉得我又在拿孩子争宠？我不会。侯爷如今说不会，可那时侯爷未必。从今日起，你好好养胎，府里的事你不必操心了。侯爷是打算再让白姨娘掌家？不是，我来管。侯爷会管家？我可以学。那侯爷便学吧。好。姨娘，夫人有孕了，已经1个多月了。有孕？是。她才进门多久，怎么就有了？夫人，当心台阶。无妨。老夫人说了，您身子重，不必日日去请安，礼不可废。侯爷也太……慎言。快过来坐，别站着。今日厨房做了你爱吃的枣泥山药糕，快给夫人端温水。让祖母担心了。你呀，就是太懂事。白氏那边，荷儿处理的如何了？侯爷自有决断。当年若不是他父亲执意履行与裴家的婚约，荷儿确实差点娶了白氏。他们从小一处长大，有旧情不假，可婚约就是婚约，正事就是正事。白家败落是他命不好，既然做了妾，就该守妾的本分。孙妻明白。祖母，孙儿来迟了。还知道来？我还以为你被西院的眼泪泡软了骨头。侯爷用过早膳了吗？还未。添碗筷，陪宁丫头一起用些。荷儿，孙儿在。宁丫头有孕，你多上点心。孙儿知道。最近少往西院跑，省得有人又动歪心思。孙儿明白了。夫人，老奴在小厨房米缸底下发现了这个伤胎的药，若混进药膳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侯爷在哪儿？刚出门。去西院。夫人，你有孕在身，不能动气。有人把手伸到我的孩子身上，我若还坐着，便不配做这个母亲。夫人怎么亲自来了？有事唤妾身过去便是。白姨娘，我今日来是想给你讲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从前有个姨娘，因为主母有孕，便让人在小厨房藏了伤胎药。你说这样的姨娘该当何罪？夫人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妾身听不懂。这个你总该认识吧？我还没说是谁下的药，白姨娘怎么就急了？
你陷害我！那便等侯爷回来，当面对质。你别得意，侯爷心里从来只有我。若不是你家有权有势，这主府的位置本该是我的。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？就算没有我，侯府也不会让一个败落之家的妾室做当家主母。我杀了你！白小雅，你疯了！侯爷，他陷害我！够了！你有没有事？他还伤不到我。侯爷，我没有想害他，我只是怕。怕什么？怕他有了孩子，你就彻底不要我了。所以你就敢把手伸到主院厨房？不是我没有。白姨娘，到这个时候了，还要演吗？把白氏禁足西院，等老夫人发落。伤胎药都敢往主院放，他还有什么不敢做？孙儿处置不严，请祖母责罚。你是该罚。宁丫头，你受惊了。孙妻无事。白氏不能再留在府里，明日一早送去城外庄子。是，祖母。侯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夜里寒重，侯爷喝多了伤身。他小时候不是这样的。13岁那年，我掉进冰窟，是他喊人救的我。后来白家出事，他孤身无依，我求父亲把他留在府里。侯爷念旧，我不拦。可人是会变的。当年的小姑娘或许纯善，可如今的白姨娘已经敢对无辜之人下手。侯爷若要缅怀过去，妾身不拦，但请侯爷记住，你现在该护的是侯府的将来。夫人，白姨娘跑了。什么时候？刚刚，她打晕了看守婆子，偷了后门的马。侯爷呢？已经带人追出去了。雨夜出城，不会太平。让人备热汤，等侯爷回来。是，夫人。找到了。路上遇了山匪，他为护我，受了重伤。先安置吧。侯爷，该回府了。他终究不该走到这一步。厨房温着粥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他差点害你，害我们的孩子，可你为什么还能这么平静？侯爷，我自小就知道要嫁进侯府，琴棋书画待人接物，我学的每一样都是为了做个合格的主母。可没人教过我怎么让丈夫爱上我。白姨娘走了，我也惋气，不是为了她，是为了明远少一个生母。但侯府的日子还得过下去。侯爷说，是吧？恭喜侯爷，夫人生了，是个健壮的小少爷。夫人呢？夫人平安，只是累极了。抱去给老夫人看看。是。青宁，辛苦了。为侯爷生儿育女应该的。以后府里的事我多担一些。少爷，进去吧。母亲，这是我给弟弟的。你亲手做的？做的不好。很好，
母亲，我以后会好好读书，也会照顾弟弟。你也是孩子，不必急着抗试。是。夫人产子有功，操持侯府有内宅诸事，皆由夫人打理。往后侯府上下仍以夫人为尊。这才是我永安侯府的主母。青宁，从前是我糊涂，往后我会学着做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。侯爷能做到，自然最好。我会做到。弟弟笑了。夫人，您终于熬出来了。不是熬出来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。从今往后，这个家不靠眼泪立规矩，靠的是清清楚楚的账，明明白白的理，还有守得住底线的人。